家料理里面呢，有一道呢是我从小到大一直很想学，然后我也觉得怎么有可能做出那么好吃的，就是客家的这个龟枣。对啊，这个果粽哦，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，是我们端午节的那个粽子嘛，其实它也不是，它就是感觉比较好消化，对不对？对。它是用糯米粉去做的哦，那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专家中的专家，彭秋婷彭老师，要跟全球观众朋友分享这一道非常经典的客家龟枣。好，老师，我看到这个就是好吃哎，有咸蛋黄，对，有香菇，还有我们的这个开洋哦，对，当然也有我们非常经典的这个油葱酥。那今天我们这个客家龟枣要先来炒料，对，先把料炒起来。OK， 好，对，好，先开火。好，那这里呢，我炒料的时候，我是建议就是用猪油会比较香。好，我们就用猪油来炒。先要炒什么呢？我们先把这个萝卜菜脯，萝卜干记得要泡水，因为它原本它就非常咸的，所以这个萝卜干你可以就是稍微加一点点的油。老师，这个猪油呢，你看颜色没有很白哦，它是用炸那个油葱酥的油，哇，那更香了。那我们先把这个萝卜炒香。好，那因为其实如果说我们每一个东西在爆香的时候都一起爆的话，其实这个味道的层次啊，它是混浊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是先把这个分开爆。好，就是先把这个萝卜干先爆香，把它再拿出来，然后再炒肉丝，然后再爆就是一个一个爆香，一个一个起锅这样子，然后再混合在一起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样子它才会香。学料理有那么复杂吗？不过如果你真的全部炒在一起哦，跟分开炒，你会发现还真的是不一样。对，因为它这样子，它的香气的层次会比较分明，而且更独立嘛。对，就互相不会去混浊啦。对。好，那我们就把它炒香。好，那这里呢，我们炒好之后呢，我们就是把它盛到这个盘子里面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是盛出来之后，我们现在来把肉丝把它炒肉丝。好，其实这个肉丝啊，你可以稍微就是腌一点点的调味，那不腌也没有关系。好，那我们把这个油放进来之后呢，我们把这个肉啊放下来炒一炒。老师，如果腌肉的话，你会建议放哪些东西？就是放比较基本的，对，基本的调味，盐啊、糖啊、胡椒啦，还有就是酱油、香油、太白粉就好了，就是适量一点点，让这个肉有味道，让肉有味道这样子。那这个肉呢，我们好了，我们把它倒下来。这时候可以放在一起。对，放在一起。好，那这里呢，我们就开始来煸炒我们的虾米、香菇。好。其实量多的时候呢，我是建议就是分开啦。像我今天这个分量啊，我有放就是用比较多炒，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包的时候没那么多颗。但是我就觉得说这个爆香料你可以多炒，把它放起来。为什么呢？就是一包一包把它放在冷冻。其实放在冷冻的时候，这些爆香料其实非常好用。你要做蛙粿，要做那个油饭、炒饭、炒米粉、炒板条，都是用到这些。对，都差不多嘛。对，都是用到这些。其实我们客家人的料里面就是注重的就是油葱。对，那所以这些东西呢，就是在我们的客家里面的那个什么的爆香料里面，这几个都是最主要的。对。好，那这里我们炒好之后，我们把这个虾米倒下来。好，开洋要用的时候最好要洗一下、泡一下。对。哇，好香哦！我觉得开洋那个味道也真的是很撩人哈，真的。好，那这个最后的时候，因为这个油葱酥它已经是炸过的，那它香气也很足，也不要就是太早下，因为你太早下，它在炒的时候很容易会有烧焦的味道。所以呢，这里我们炒香之后，我们再把所有的食材呢都倒回来。这时候他们又变成一家人了。一家人了。好，那我们的油葱酥呢也可以放下来。好，这时候呢，我们就给它稍微拌炒均匀。这时候我们就是可以下调味料了。那我们的调味料呢，就是这里面我们就是放了胡椒，还有糖，还有盐。好，那我们就把它放下来拌炒均匀。好，那最后呢，我们就是还要加一个就是酱油。好，那酱油呢，我们就是不要直接倒下来。
那我们要沿着锅边四周，把这个酱油的香气把它呛出来，好，这样子才会好吃哦。好，先爆炒一下。好，这里呢，我们就是把这个酱油淋在锅边，好，这里。好，那这样子呢，馅料就好了。那我们就可以就是把它这些馅料多出来的，你就可以把它冰在冷冻。好，那随时想要吃炒米粉啦、炒板条、做油饭啦、做蛙粿、做咸粿、做汤圆，汤圆的汤头，客家人的汤圆有没有？小颗的汤圆，对，好吃，就是要放这个哦。然后呢，我想要煮咸稀饭。丢一把进去也很好吃嘛，对不对？我最怀念我妈妈的那个咸汤圆，我妈妈超会做炒这个蟹料，然后呢就是煮那个咸汤圆，超好吃的。然后再放点那个茼蒿，对，是。然后呢就是这样就好了，那我们就熄火。好，现在我们客家龟掌的这个馅料也炒好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来教大家和这个皮啊，因为客家龟掌它就是那个糯米粉，对。可是为什么可以这么 Q 啊？对，那其实你可以用纯糯米粉做，那纯糯米粉做的话，其实有些人会胀气。对，所以呢，其实所以呢，其实像我们我妈妈那边学到的，她是告诉我是说，你可以用2比1，就是2是糯米粉，1是用蓬莱米粉，或是1比1，这样子你吃起来就不会胀气。哦，对。对，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啊。那像我们今天我都是用纯糯米粉，那但是其实如果观众其实如果买得到蓬莱米粉的话，那你就是我们是300公克的糯米粉的话，那你就可以用200的糯米粉，100的蓬莱米粉，或是150公克的糯米粉，150公克的蓬莱米粉。OK， 就是对半了，1比1的比例来调。那它比1加升的哈，是。那当然用纯糯米做的话，它会比较 Q。那当然，对。好，来，那这里呢，我们先取25公克的那个什么糯米粉，对。那我们来加这个配方里面的就是水，大概我们加个20到20左右哈。然后呢，我们先把它和匀做板母，我们要先把它就是放在那个水里面煮。那我们就是取量25公克的那个糯米粉，然后呢水呢，其实你也可以就是自己增加啦，就是自己去调整让它成团就可以了。好。比例上没有那么严格，对，没有那么严格。然后丢进去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要让它煮熟，让它熟化哦。对。好，那就是水啊，你可以要滚水才下哦，滚水再下。好，那我们就是把它捏成团，你看它这样子就变成团了。好，那这里呢，我们就是分成2块哦，然后2块把它压扁，不要整坨一坨这样放下去哦，因为这样子会煮很慢。对，好，那我们把它压薄一点。好，压薄它就是煮的时间会缩短我们的时间，会煮的比较快。好，那这里我们就把它放进来，这样就好了。那我们就让它煮到它煮熟浮起来，就可以用了，而且它会变得比较透明。对，好，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用了。好，那这里呢，我们先把这个糯米粉倒进来。好，然后还有糖，我们也可以把它倒进来。好，它已经浮起来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我们就把它捞起来。好，捞起来之后呢，我们就把它放在这里面。但揉的时候要小心，因为它很烫哦。它很烫。那多余的水分还是不要放进去哈，因为我们有比例的水分在等着我们。好，那这里呢，我们可以戴手套啦，也可以用空手，但是手洗干净就可以了。是。好。那我们这里呢，我们就把水倒下来。其实这个水啊，不要一次下完。那我们配方里面的分量呢，你最好是留个1/3的水分，不要全部下完。好，那这时候呢，我们就把它下进来。对，因为每一家的那个糯米粉，它的含水量哈，其实每家都不一样，不大一样。然后跟我们当天的天气也会有一些关系啊，所以不要太豪迈的一次性就全部都加完。好，其实这里也是一样，你先让你的这个糯米粉啊，跟水先结合。好，那结合之后呢，我们再用手
好，再去调整它的柔软度。好，好，这时候我们再用手去拌你的。那我们刚刚那个板母也比较不烫了哈。对。好，那这里呢，我们是不是有剩水？那你就是慢慢的加，好，不要一次下太快，因为下太快的话，你就会变成太软了。那然后又不断的加粉，对你就会不断的加粉，对。好，那我们和成团之后呢，我们最后下的是什么？沙拉油。沙拉油。对。好，所以我们配方的水量呢，其实做起来是刚好的。好，那所以现在这边我们把沙拉油也放进来，那我们再把它和进去。好，那其实放在桌面上它会更好揉。好，好，那你看哦，现在这个面团它就已经柔软度这样子就可以了。要醒吗？对，稍微让它松弛一下下，还是要松弛，松弛一下就可以。虽然是糯米粉，也是要松弛一下，松弛一下。OK， 好，大概松弛多久可以包我们的馅料？我们10分钟，10分钟就可以了。10分钟就可以了。其实最主要你还是要看你的面团有没有光滑，有没有光滑细致。你看一下这边，它就是揉出来，它就是非常的光滑，有没有？很细致的。对，好，那它如果有光滑细致的话，其实就可以了。好，我总觉得面团特别听老师的话。你看一下，它就是很亮的，对，好亮滑的。OK， 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们就可以放着让它休息一下下，等一下就可以做了。因为它那个里面还有板母，板母它还是会有一点点温度。OK， 所以我们稍微让它冷却一下。OK， 好，好，接下来是我最开心的，要来包粽子的。我小时候的画面，小时候的场景只是换的不一样。今天是吊在我们的这个上面的这个排油烟机上面。小时候我们是绑在那个窗户上面。对，好。那首先呢，这个粽叶啊，就是我们龟掌的话，我们就是用这种叶子。那这种叶子啦，最好就是要泡热水。哦，要泡软。泡软之后再要先泡软就对了。对，泡热水泡软再来包，让它非常的硬。对啊。好，那所以呢，这个泡热水的部分，你不用管它泡多久都没有关系，就要泡软。对，就是要泡软。然后呢，记得这个要抹油吗？对，要抹油。就是我们泡好之后，要把它擦干之后抹油就可以了。然后记得这个不要直直的去泡热水，因为你直直这样泡热水的时候啊，它到时候它会裂掉吗？不是裂，它会全部卷起来，会变成这样。哦，是哦，那怎么办？你就没有办法包了。对啊。所以呢，其实这个在泡热水之前呢，请你先把这个粽叶直接对折，然后绑起来，然后放在热水里面，然后用重物压着它，然后这样子的话才不会，因为它很轻，你放在水里它会浮在水的表面上，所以你用重物泡不到，所以你就是用重物压住它，对折它就不会卷起来了。好哦，原来是这样子。对，那还有就是这边，因为它稍微边边也会有点卷起来，所以边边的部分我们可以稍微撕掉，那就不要了。对，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粽叶啊，就是差不多一半，哦，这样一半。那首先呢，我们这里啊要先包馅，好，所以你要先把这个面皮先包馅。好，这个面皮呢，我们大概先抹油，对不对？先抹油，大概我们的面皮大概你的馅料这里啊，大概面皮我们做的比较小颗，那这里大概用50公克的面皮或60公克就可以了。好，那这里呢，我们就是放，我们今天包55公克的面皮，然后馅料我们可以放25左右。好，这里我们把它包进去。好，那包进去的时候呢，我们用这样子虎口把它收起来就可以了。不用说包的漂亮了，不用漂亮，你只要把馅料包进去就好。这里要有一个也是非常重要一个诀窍，这样不是这样包就好了。好，要把它捏一捏吗？不是，对，主要就是要把空气排掉。你要把这里呢这样子把它捏紧，不然这样会爆掉，对不对？它会很容易爆掉，对，所以你要把空气排掉。好，就是排掉之后这样子，圆不圆没关系，重点是里面的空气要排掉，对。好，所以刚刚老师就是强调啊，就是也有一个很重点的，就是我们要因为等一下要入这个粽叶嘛，你蒸的时候它一定会膨胀，所以你在包这个皮跟馅料的时候，一定要记得圆不圆不是重点，重点是里面的空气一定要排掉，排掉这样子。OK， 好，那再来一个。好，那我们就是这个记得呢，这是一定要抹油。因为你没有油的话，你如果没有油的话，等一下包在我们的粽叶里面，它会粘在叶子上面。我们吃的时候也会觉得很不舒服啊，为什么？对，
很不文雅嘛？为什么？你会觉得好可惜哦，所有的这个糯米啊都粘在那个叶子上面，然后你就会去用牙齿呢，我觉得吃相也很难看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现在比较文雅的这个比较有气质的吃法，都只会把它拨到我们的这个碗上面来啦。好，所以说一定要抹油。所以我们客家人不是有一个超蛙粿吗？对，我好喜欢吃哦。其实这个超蛙粿其实就跟这个原理是一样的，只要把这里面加了那个艾草，或是那个叫做鼠菊草，是，把它拌进去，对，醋干草，然后拌进去之后呢，一样的包法，馅料包进去的记得排空气，这样圆圆的一颗，这样就可以蒸了。好，来接着我们现在就是这个粽叶啊，哈，我们就是把它对折，就是把它就是做一个角度，就是把它折起来。是，好，那折起来之后呢，我们就是把这一个一定要抹油，这个包完之后，这个一定要有油放进来，放进来之后呢，我们把它就是压扁，压扁。好，那压扁之后呢，这边其实我们就像这边呢，我们要把它就是盖起来，然后呢两边。这边有两边要稍微压一下，是收起来，然后对折，然后对折完毕之后呢，这里把它折过来，它就是一个非常有棱有角的粽子。好，那所以这里呢，我们的绳子啊，就是放上来之后绕2圈，好，绕2圈之后，我们就是打一个活结，不要打死结哦，好。这里我们就我超喜欢看那个粽子哦，用这种麻绳、棉绳然后绑着的那种感觉。好，再一次哦，好来，这里呢，我们的粽叶就稍微好，然后把它这样子对折，因为粽叶有大有小啦，好，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包的时候，如果差一点点你是看不顺眼，没关系，你就用剪刀把它剪掉。对，好，那抹油，好，把它抹油，好放进来，然后记得压扁。OK， 压扁之后呢，我们上面这一个我们就把它这样对折，把它盖上来。是，好，盖上来，收两边，这两边收起来，收起来之后呢，这里我们再折回来。对，那所以你的粽叶就是说在看的时候，就是把它做的折的刚刚好。绑的时候就是绑在最后一个翻过去的那个叶子上，你不要绑在别的地方上面，你可能就散掉。因为我小时候就做过这种3条线的事情。是，好，那这样就结束了，就绑好了。OK， 然后我们就可以放在蒸笼里面蒸。好，如果从冷水开始蒸的话，蒸25分钟。对，大概25到30左右。好。那记得我们放在蒸笼里面蒸的话呢，就是不要开太大火，是开中小火慢慢蒸。OK， 对。然后记得我们就是中间的时候要泄压，因为它有糯米，因为糯米呢它经过那个温度高温的话，它会膨胀，它就会怎么样爆开来。老师说的泄压是要怎么个泄法？泄压的话就是把它打开盖子。打开就好了。对，打开盖子让它就是把温度下降，然后呢再盖回去，然后再蒸。对，再蒸到我们。时间到了，对，所以其实，在中间大概我们泄压3次，所以你10分钟、5分钟、5分钟这样子。如果说你不要泄压的话，就是像我们在做馒头、包子一样，这里放一根汤匙，也可以，也可以，也可以，你就不要说来3次好忙啊，对，是来3次的时间可以去旁边喝一杯咖啡。但是我们还是要教大家有一些方法，是好，然后看你选哪一个比较方便。OK， 对。老师好像可以了，我闻到好香哦。好，那我们是不是要把它剪下来，来看看是怎样？老师已经练就了哈，直接拆就可以了哈。好，那我们拆开来之后呢，就是这里，就把它打开来。好，这里。哇，真的耶，都不会粘在那个粽叶上面。因为我们粽叶上面有油，所以它不会粘在上面。是哦，对，好香哦，我闻到虾米的味道。老师，这个粽叶可以重复使用吗？不行，这是用过一次就。我比客家人还客家人吗？不行，我觉得要环保啊。现在这个粽叶也很珍贵耶，对不对？不行哦，不行。我觉得它好的呀。不行，这边已经裂掉了。会，对。其实它这个冷了之后，它会比较好脱。是，好，比较冷一点之后，它会比较好脱。热的真的不好脱。好。2颗排在客家的这个龟掌哈，其实这个真的在外面你很难会学到，真的很难会学到，因为这个都是一些真的即将失传的手艺。对。